恩公，你说这妖兽古怪，不知是哪里古怪，可否告诉于我？听得此话，李禅的双眸不由微微一颤，赶忙追问起来，因为他也早就发现这只妖兽不太对劲，毕竟妖兽不是凶兽，是具有灵智，是懂得道理的。可是这只妖兽却如凶兽一般，只想取他性命，这让他也觉得其中肯定有着什么蹊跷。告诉你倒是可以，不过他们两个就必须给我离远点。楚风看着那对老夫妇，冷漠地说：“你说什么？有种再给我说一遍。”听得楚风此话，早就对楚风恨之入骨的老夫妇气得咬牙切齿，老脸通红，煞说：“一审切莫无礼，这可是救了我一命的恩人。”可还不待他们将话说完，李禅便再度开口制止，并且对二人劝道：“你们两位先离开一下吧，小姐，此人根本不知底细，若将您一人留在此处，未免太不安全了。”老头子担心地劝道：“小姐，此人来路不明，说不定这妖兽就是他的同伙。”老太太也是一同劝道：“放心吧，我相信无情恩公。”李禅笑着说道。而面对这样的李禅，老夫妇也实在不好再多说什么，而是看了一眼楚风后，警告道：“小子，你做事最好给我注意点，这里可是我李家的地界，你若是敢做出对我家小姐不利的事，就休想活着离开此处。”说完这句狠话，老头子才和老太太离开。而对于这老头的话，楚风只是轻蔑一笑，他自然能够听出，老头表面是警告楚风，但实际上是在威胁楚风，告诉楚风别乱说话，否则他会对楚风不客气。恩公，不知你发现了些什么？现在可否告知于我？在两位老夫妇离开后，李禅再度问道。然而楚风却并未回答，反而大声喝道：“两个老东西，躲在此处偷听，难道不觉得无耻吗？真是该死！这小子哪里来的，竟能感应到我二人藏在此处？莫非他是一名界灵师？”听得楚风的话后，躲在不远处丛林内的老头低声咒骂道：“老头子，怎么办？这个年轻人似乎不太简单，他不会真的发现了什么，暴露了我二人吧？”与此同时，老太太也是满面的担心，现在也没什么办法，总不能在大小姐面前对他动手吧？这小子有些实力，若是能杀他也就罢了，若是无法杀他，激怒了大小姐，咱们也要吃不了兜着走。这小子的确有些来头，但是也不用担心太多。那妖兽乃是马家请来的高人动的手脚，这小子就算再厉害，也顶多是看出妖兽不对劲，但却无法使得妖兽恢复本性。何况就算妖兽恢复本性，又与我们有何关系？不用怕，先将此事告诉马家，看马家有什么打算。实在不行，就将这小子和大小姐一起除掉，为了咱家那臭小子，做什么都可以。老头说完这句话，便身形一纵，向远处遁去。而那老太太再度意味深长地看了楚风一眼，这才跟随老头的身影离去。你这两个仆人不太听话呀！在发现那对老夫妇走远后，楚风才笑着对李禅说道。李禅是聪明人，自然明白发生了什么，但是毕竟那对老夫妇是他李府的人，所以他也只能苦笑一声，不知如何解释。这妖兽应该是被人喂食了特殊的药物，并且被加持过特殊的结界，封印了本性，所以才会如此嗜血，失去理智。也就是说，这妖兽会出现在此处是个圈套，他在此处应该就是等你。而你为何会出现在此处？又有谁知道你出现在此处呢？这些你心里应该清楚吧，并且不妨告诉你，我是一名界灵师，所以在那妖兽袭击你的时候，我感应到刚刚那老头和那老太太就躲在不远处，他们在看热闹。当然了，他们是你亲近之人，而我不过是一个外人。你若信我的话，日后就对他们提防一点；若不信我的话，就当我什么都没有说过。楚风也不卖关子，直接说出了那对老夫妇就是叛徒。而这一刻，李禅则是陷入了沉默，他脸色一阵变幻，眼神中透露着无助和不安，甚至涌现出阵阵恐慌。实际上，早在楚风说出一切之前，他就有所怀疑，因为是那对老夫妇带他来到此处的，将他带到此处后又因故离开。当自己遇到妖兽之时，无论他怎么呼喊，那对老夫妇也没有现身。可是当妖兽被制服后，夫妇却是马上现身，这早就让他产生了猜疑。眼下楚风这样一说，他更是相信自己的猜疑可能是对的，这对夫妇真的很有可能被判了他李家。你我萍水相逢，我出手并不是因为你，而是担心这妖兽祸害他人。至于对你说这些，也是看你人还不错，不想让你就这样被人给害了，所以你也不用感激我，咱们就此告辞吧。见到李禅那无助和恐慌的反应，楚风心中得意的一笑，随后故作一副准备离开，放手不管的模样。恩公，不要走！果然如楚风所料一般，当楚风准备离开之时，这李禅顿时变得无比慌乱起来，紧张之余，竟一把拽住了楚风的手。李小姐，男女授受不亲，你这是做什么？楚风一把甩开了李禅的手，这可不是装的，而是除了自己看着顺眼的女人外，楚风是不能忍受其他女人碰自己的。恩公，实在抱歉，是我太紧张了。不过您好人做到底，帮帮我可不可以？我求求你，帮帮我，救救我李家！你若是肯帮我，我定以重金相报。李禅放开楚风的手后，又扯住楚风的衣角，苦苦哀求，就差跪倒在地了。李小姐，你别这样，咱们有话好说。看来你现在的确是大难临头，究竟怎么回事？不妨对我说说。我无情虽然不是什么大仁大义的大英雄，但也不愿见到老实人被坏人欺负，所以若是我能帮上，倒是可以一试；若是我帮不上，那我也同样会试上一试。至于酬金吗？若是我真的能帮到什么忙，
那事情结束后再谈不迟。听到酬金2字，楚风顿时换了一副嘴脸。此刻的他更像是一个生意人，但实际上楚风是故意为之，他就是要故意给李禅一种错觉，一种唯利是图但却有着一定原则的人。而事实上，楚风的真实目的可不是李家给的酬金，乃是李家和马家所知道的宝藏。虽然此刻李禅感觉自己危机四伏，但却也没有傻到对一个刚刚认识的人便说出自己家族的秘密。但是若是眼下楚风离开此处，那对老夫妇又真的是叛徒，那么他可能马上就毙命。所以他真的非常为难。实不相瞒，这妖兽所中的药物，只要筹集到足够的药品，我是能够化解的。那个时候究竟是谁为他服用的药物，或是在变化之前遇到过什么人，也就迎刃而解。是谁想要害你，也就可能得知真相，甚至得到证据。当然了，你若不相信我，就当做我什么都没有说过。我这个人向来不喜欢强人所难。楚风笑着说完这句话，便转过身去准备离开。恩公不要走。见状，李禅顿时急了，赶忙再度拉住楚风的衣角，随后说道：我相信你，请你留下帮我，此处不是说话的地方，你跟我来。见李禅妥协，楚风意念一动，青龙便出现脚下。与此同时，大袖一挥，便将李禅带到青龙之上，随后青龙便直射青天，很快离开了狼牙山脉，来到了一处隐秘的地方。恩公，您刚刚所施展的是什么武技，竟然如此快速？我从没见过如此了得的手段。感受过青龙极行术的威力后，李禅满面吃惊，更加佩服楚风的实力。他越发觉得眼前的男子不容小觑，很是强大。对于李禅的赞叹，楚风只是微微一笑，因为他是故意展现出这种手段的，目的就是要让李禅更加的信服于他，让李禅相信他能够帮到李禅。所以楚风并未解释什么，而是说道：在你身上或是在你家里究竟发生了什么？这种情况下，李禅还是犹豫了一番，但最终权衡眼前的情况，还是决定对楚风说出真相。而经过李禅的讲述后，楚风不由大喜，原来李家和马家所谓的宝藏还真是与天地生物有关。事情的起因还要从600年前说起。500年前，马家的先祖和李家的先祖都是出身贫寒之人，凭借着东方海域广泛流传的修武法诀，道士也成为了一个修武者。不过因为资质平庸，所以皆是止步于灵武境，便难进寸步。而灵武境的修为在东方海域相当普遍，只能算是最卑微的存在。而马家与李家的祖先自然也无法凭借灵武境的修为闯出什么名堂。那时的他们穷困潦倒到了极点，连个媳妇都娶不上，被人唾弃，唯有2个结拜兄弟相依为命，靠着在狼牙山内打猎为生。不过有一日，马家祖先与李家祖先却在狼牙山内发现了一位受重伤之人。他们意识到此人可能是位修武高手，若是救活，也许能够改变2人的命运。于是2人便将此人抬回家去，悉心照料整整3年有余，正可谓功夫不负有心人。在秋天的某一日，那位终于醒来，并且凭借特殊的丹药和能力，那人很快便彻底恢复。原来他真的是一位修武高手。为了感谢马家先祖和李家先祖的救命之恩，这位修武者给他2人留下巨额财富，更是传授了高深的修武方法以及大量的修炼资源。临走之前，不但凭借自己的本领帮助李家与马家先祖从灵武境的修为提升到天武境，更是告诉他2人，这狼牙山内孕育着一个特殊的宝物，只不过如今时机还不成熟，那宝物不能为人所用。但是若是时间过了太久，那宝物又会产生灵智，获得强大的力量，很难对付。所以那位神秘的高人便布置了一道特殊封印，将那宝藏入口隐藏封印，分别留下了2把能够开启结界的钥匙，分别交给马家先祖和李家先祖。临行之前嘱咐2人，600年后便打开这结界，那个时候定能在其中获得一定的好处。但是切莫太早，也切莫太晚，以他们2人的造诣，最好是600年后，不然将得不偿失。之后那位神秘高人便离开了，而凭借神秘高人所赐予的一切，马家与李家的先祖也很快崛起，不但娶妻生子，更是成为了当地有名的人物。不过奈何，只是短短几十年后，2人的寿限便已来到，根本无法等到500年后见识那被封印的神秘宝物，所以便在临死之前合力将这狼牙山脉占据，并且告知后人关于狼牙山脉宝物的事情，让后人按照神秘高人的嘱咐，在特定的年月开启那宝藏，以此来壮大李家与马家。如今正是500年之后，李家与马家依然关系极好，并且也正准备开启这狼牙山脉内的宝藏。但是李禅却并不相信马家家主，觉得马家家主怀有私心，并且近年来开始花大价钱请来不少高手。如今马家的总体实力已经大大超越了李家，若是真的开启宝藏，他担心马家会趁机灭掉李家，独吞宝藏。所以李禅便一直从中作梗，拖延开启宝藏的时间。在这期间，他也是花高价到处邀请高手加入他李家。不过李禅也知道他这样做会惹怒马家，果不其然，就在今日就发生了危险的一幕。若不是楚风出手，李禅将会必死无疑。所以李禅第一时间便觉得那妖兽是马家动的手脚，而那对老夫妇便是出卖他的人。实不相瞒，我刚刚有听到那对老夫妇的对话，就如你猜测一样，的确是马家要对付你，也的确是他们出卖了你。至于原因，似乎是他的儿子犯了什么事，所以被马家拿来要挟了。得知事情经过后，楚风笑看着李禅，
他已经知道李婵如今无路可走，肯定会求他帮忙。果不其然，当听到楚风的话后，李婵更是柳眉紧皱，已然确定了自己的猜测和担心。因为那对老夫妇的确有一个不太争气的儿子。恩公，求你帮帮我，只要你护我回到李家，我定会以重金相谢。李婵满面诚恳地哀求道。然而，对于李婵的哀求，楚风却淡然一笑，随后说道：“我可以护你回李家，你也可以将真相告诉你家人。可是你有证据吗？你确保你家人会信你？就算他们信你，你李家有与马家抗衡的实力吗？”这一刻，李婵陷入了沉默，许久后才开口说道：“马家这些年来请来了不少高手，更是不惜成本的培养家族之人。论总体实力，我李家的确不如马家。不过马家一直没有对我李家动手，反而一直维持着表面着极好的关系。我想他忌惮的只有一个人，那便是我的父亲。我的父亲乃是一位5军强者，虽然只是一品5军，但毕竟是5军强者的实力，可绝对不是天武境的人能比的。一位5军，就算面对数千名天武境的高手，也可轻易击杀，立于不败之地。而纵观马家，虽然请来了不少高手，也培养了不少高手，但是5军境的人物却唯有马家家主一人。马家家主与我父亲同是一品5军，二人若是交手难分难料，但可以肯定的是，不论他们二人谁能获胜，就代表着哪个家族的获胜。所以我眼下并不担心马家敢直接对我李家动手，我担心的是我父亲与马家家主是从小一起长大的结拜兄弟，我父亲对马家家主更是信任不已，在他的眼中，兄弟甚至比家人还重要。所以我根本不能对他说马家家主有私心，否则他不但会大发雷霆，更是会惩罚于我。除非有证据是吗？楚风笑着说道。我父亲虽然非常在乎与马家家主的兄弟情谊，但也绝非不明事理之辈。若是有着一定的证据，能指证是马家想对我不利，那样就好办多了。李婵不断点头，这个倒是简单。就拿这只妖兽来说，他之所以会这样，定然是戒灵师动的手脚。不过只要给予我一定时间，我是可以让他恢复的本性。那时候是谁给他动了手脚，谁将他送到此处，也都真相大白，自然就可以指证马家。另外，现在这种情况拖延下去也不是办法，所以我建议你立刻要求你父亲与马家联合开启那封印的宝物，不可再做拖延。楚风说道。开启这狼牙山脉的宝物。听得此话，李婵不由面容一变，随后说道：恩公，按照当年那位神秘高手所说，那宝物如今应该已经具备一定的灵智，也具备了很强的力量，若没有5军境的修为，根本无法制服于他。所以我很担心，若是开启宝物进入其中，马家会利用我父亲，这也是我为何想尽办法拖延开启宝物的原因。你错了，这样下去你就根本无法长久的拖下去，因为这不单单是你父亲个人的意愿，也不是马家家主的要求，而是祖训，是2个家族的祖训。祖训你能更改吗？你能让你父亲违背祖训？楚风凌厉地问道。李婵哑口无言，不知如何回答，因为楚风说的的确很对。不过你若是能在开启宝物之前，让你父亲知道马家怀有私心，那么在开宝物的时候，只要你父亲心有戒备，鹿死谁手也就在定了。楚风说道。恩公，你所说倒是在理，只是我真的很担心哪怕你能让这妖兽恢复本性，让他说出真相，但我父亲也不会相信这一切就是马家家主所指示。我对他太了解了，他对兄弟之情看得不谨重，而且很顽固。这些年在李家马家联合行动之后，分配利益之时，我父亲就往往意气用事，让马家拿到更多好处，这也是导致如今马家的财力要强于我李家的主要原因。李婵担心地说道。我想你还没有搞清楚现在的状况，摆在你面前的就只有2条路，一条路就是眼睁睁地看着你李家被灭，另一条路就是放手一搏，争夺最后的机会，但是成功率绝对达不到50%，所以你千万不要妄想着能够全胜。楚风凝重地提醒道。而看着楚风那凌厉的目光以及清澈的分析，李婵则是神情一变，她越发觉得眼前的男子非常厉害，甚至觉得眼前的男子是真心要帮助他李家，甚至能够拯救李家。这一刻，李婵已是不由自主的在内心深处对楚风建立了信任，尽管他们只是刚刚认识不久，而之所以会这样，也是楚风使用的一种特殊手段。这个手段来自寻脉之法的天眼，天眼不仅能够看破一切，还能够迷惑众生。尽管如今楚风对天眼的掌握很是拙劣，但是在经过一系列的举动之后，让李婵这样的人对自己建立好感和信任，却也并不难。于是李婵便对外宣布，楚风是位修武高手，并且愿意为李家效力，因此将楚风请回了李家。你婵儿，你被袭击了。李家的主殿内，一位白发苍苍却气色红润的老者得知李婵在狼牙山脉的遭遇后，一脸的吃惊与后怕。而这位便是李婵的父亲，李家的家主，实力为1品5军的强者。父亲，就是这只妖兽袭击了我，不过幸亏遇到这位壮士相救，否则您今日就见不到我了。李婵一脸的委屈，指向了楚风和楚风旁边乖巧而胆怯的妖兽。这是怎么回事？我不是叫你们守护在小姐身边的吗？怎么小姐还会被人袭击？听得此话，李家家主对着那对老夫妇怒喝道：家主，都怪我们不好，恳请家主责罚我们。这对老夫妇乃是老奸巨猾的角色，这种情况下，他们没有丝毫的求饶和解释，反而半跪在地，满面诚恳的要求责罚。果不其然，看到老夫妇这样的反应，李家家主也顿时是没了脾气，
随后无奈的叹息一声，摆了摆手罢了。反正茶儿也没有出事，何况你们也不是有心，我怎能责罚你们？你们回去吧。多谢家主。似乎早就知道李家家主会有这样的反应，这对老夫妇嘴角掀起一抹得意的弧度，随后意味深长地看了一眼楚风和楚风身旁的妖兽后，便深施一礼，转身离去。这位少侠，多谢你救了我的爱女，不知少侠尊姓大名？在老夫妇走后，李家家主满面笑意地打量起楚风，能够看出他是很感激楚风的。在下无情。楚风拱手回道：“原来是无情少侠，少侠真是好天赋，如此年纪已是天武八重，相信你踏入武军也未必是难事。”李家家主仔细地打量了楚风一番后，满意的点了点头，随后拍了拍手来人。此话一出，在客厅的另一个房门便走出2名年轻的婢女，她们各自捧着一个精致的盘子，那盘子上面摆放着一排排银光闪烁的珠子，尽是天珠，足有1000颗。无情少侠，我家茶儿能保住小命，都靠了你，一点心意不成敬意，还请无情少侠务必收下。李家家主说道：“家主，我已应大小姐之邀，为李家效力。大小姐已经与我定好了相应的酬劳，而身为李家之人，保护大小姐乃是责任，岂能再收家主赏金？”楚风婉言句道：“无情少侠还真是明事理。既然如此，那这些天珠就当作是我对你提前付的赏金。”李家家主笑着说道：“他自然知道楚风救李禅的时候还没有加入李家，所以那个时候楚风是没有保护李禅的职责和义务的。按理来说，这额外的酬劳楚风当之无愧，但是楚风却如此拒绝，说明楚风并非见钱眼开之人，相反有着自己的原则。而李家家主很是欣赏楚风这一点，因为这样的人往往可以重用。无情，我父亲都这样说了，你就收下吧。”李禅也是开口劝道：“既然如此，那无情就恭敬不如从命了。多谢家主，多谢大小姐。”见状，楚风也只好收下1000颗天珠。虽然对楚风来说作用微乎其微，但正所谓蚊子虽小也是肉，又何况1000颗天珠乃是对方非要给他的，若是不收，反倒成了楚风的不是。这只妖兽修为不弱，但却绝非我狼牙山脉的妖兽，他怎么会跑到我狼牙山脉，又无缘无故袭击于你呢？在奖赏过楚风后，李家家主才仔细地打量起趴在楚风身旁的妖兽。回家主，这只妖兽应该是被戒灵师喂食了特殊的毒药，随后封印了灵智，失去本性，所以才会变得这般狂暴嗜血。不过只要家主给予我一定时间，我就能够解开封印，那时这只妖兽为何会出现在狼牙山脉，也就迎刃而解。楚风回道：“原来无情少侠还是一名戒灵师。”听得此话，李家家主不由眼前一亮，毕竟戒灵师不是人人都能做的，天生就优越于常人，无论何时何地都会受人尊敬，让人另眼相看。无情的确是名戒灵师。楚风点了点头：“我李家这次也算是因祸得福，邀请到无情少侠这样一位优秀的人才。来人啊，快去给无情少侠安排最好的住处，从今以后无情少侠在我李家享受上宾之礼。”李家家主开心地说道：“遵命。”之后在一位下人的安排下，楚风便带着那只妖兽离开了客厅。茶儿啊，今日尼玛叔叔又亲自来找过我，谈起了开启狼牙山脉宝物的事情。他说他一切都准备就绪，甚至请到了一位紫袍戒灵师，开启宝物绝对没有问题，所以我已经答应他10日之后开启宝物。在楚风离开后，李家家主对李禅说道：“父亲既然已经答应了，那茶儿又有何办法？一切谨遵父亲安排便是。”换做之前听到这个消息，李禅一定会暴跳如雷，愤怒不已，但是如今只是略显生气，却根本没有与他父亲理论。之所以会如此，自然是因为楚风劝过他的原因。茶儿，放心吧，我李家与马家可是世代之交，尼玛叔叔与我更是从小玩到大的兄弟，所以茶儿啊，你不用担心什么。哪怕是此次开启宝物，就算马家出力较多，但是尼玛叔叔也定会与我李家平均分配。看着李禅那生气的模样，李家家主笑着安抚，可见他对自己的女儿也很是疼爱。父亲，之前茶儿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咱们李家好，还希望你能理解茶儿的苦心。不过您是我的父亲，既然您如今已经做了决定，那么做女儿的就唯有全力支持您。我这就去调集李家兵马，为10日之后开启宝物做打算。李禅说道：“茶儿，你的能力爹爹从不质疑，只是你的婚事可是爹爹的一块心病。你看你今年已经35岁了，再不快点找个人嫁了，你就真快成了黄脸婆。我看那个叫无情的年轻人不错，不如……”李家家主的脸上浮现出为老不尊的笑容。爹爹，你说什么呢？听得此话，李禅顿时显得紧张起来。别装了，你这丫头看那无情的目光很不对劲，长这么大我还是头一次见你这么看一个男人。你们2个的年龄也很般配，不如我帮你与他说说如何？李家家主继续笑道：“爹爹，您千万不要乱说，否则我就跟您急。”这一刻，李禅更慌了，但是与此同时，脸上也是涌现出一抹淡淡的红晕，随后便飞快地跑出了其父的房间。离开房间后，李禅将手放在胸口，感受着自己那强烈的心跳，目光闪烁不定，低声说道：“这种感觉是怎么回事？认识不到1天，难道我真的对他动心了？”其实李禅有这种感觉很正常，毕竟他已经或多或少地受到了楚风天眼的迷惑，何况就算没有天眼的功效，以楚风的实力和处事的态度，
也是魅力无限。而对于李家家主和李婵的交谈，楚风根本不知晓。在一位下人的引领下，楚风来到了一座优雅而浩大的庄园。这庄园内有着不少修武者，没有一个是李家人，全部都是李家以重金邀请来的高手。他们的修为皆是不弱，并且或多或少的掌握着一些独门绝技。这里的人在李家都可以享受到上宾之礼和优越的待遇，但是待遇也有不同。至于高低好坏，则是由他们的实力和能力来定。但是楚风进入之后，却直接占据了那座最为豪华的宫殿，配备了最优秀的仆人，这可着实引起了不少人的注意。一道道不爽的目光已经向楚风所踏入的宫殿凝聚。刚刚那个人是谁？竟占用了这庄园内最好的宫殿。庄园的某处，一名长相刁钻丑陋却浓妆艳抹的女子，她有着天武八重的修为。看到楚风进入那座宫殿后，一脸的不爽。我刚才仔细的观察了一下，她的修为也不过是天武八重而已，不知道有什么资格去住那座宫殿。一名修为同样是天武八重、满面疤痕的大汉很是不悦地说道：“有关心别人的这个时间，倒不如好好想想如何表现。”就在这时，一位手拄拐杖、身穿蓝灵袍的老头走了过来。而这位老头不仅是位蓝袍界灵师，他还有着天武九重的气息，乃是这庄园内修为最高者。月老见到这位老者，在场之人都是或多或少的流露出恭敬之色，因为这里的人性格高傲，谁也不服谁，所以难免会发生口角，甚至动手切磋。但是无一例外，他们都是被这月老教训过的人，所以深深知道这位老者的强大。月老，我们不过是在替你鸣不平罢了。试问在李家请来的这些人中，有谁的实力能与您老相比？那座宫殿理当就应该由您老来住，可是李家却没有这么安排。本来以为李家不安排您入住那里，是能够请来更强的人物，我还以为李家能请来一位武军级的超级强者呢，但没想到最终却弄来这么一个人，他何德何能啊？莫说远不如您，恐怕在这庄园内的很多人都远胜于他。月老出现后，众人挑拨道：“这种事情，我岂用你们鸣不平？”月老轻笑一声，老奸巨猾的他显然看穿了他们的挑拨伎俩。李家财力雄厚，但却只给有实力的人机会。我收到消息，过几日李家有个重要的行动，李家邀请我们，也都是为了这个行动。所以你们若想得到更好的报酬，绝不应该去掩弃别人的待遇，还是好好准备一下，然后展示自己的实力吧。月老凝重地说道，这种语气就像一个老大在训斥小弟。知道了。而听到月老的话后，在场之人竟然没有一位敢有怨言。行了，散了吧，回去好好准备，究竟是龙还是虫，行动之日自然见分晓。月老随意地挥了挥手，但话中之意却很明显，在场之人皆不愚钝，自然听明白了月老的意思。于是，在打了声招呼后，便各自回到了各自的居住之所。然而，在所有人都离开后，那月老却再度将目光投向了楚风所在的宫殿，目光中涌现出一抹阴冷的气息。对于庄园内众人的敌视，身为界灵师的楚风自然早有察觉，可是楚风却根本没有将他们放在眼中。所以进入宫殿后，楚风便命李府安排的仆人为他准备一处安静的修炼之所。进入修炼之所后，楚风便布置了层层结界，准备闭关。楚风需要打开封印妖兽本性的结界，可是他也发现那结界乃是紫色，这说明是紫袍界灵师布置的结界。紫袍界灵师的结界绝对不是楚风能够破解的，但是楚风既然敢对李家家主和李婵保证，自然就是有着十足的把握。所以楚风如今要做的不是别的事，那就是突破界灵师的实力。他要尝试沟通紫色结界之力，踏入紫袍界灵师的境界。按理来说，楚风的真实修为乃是天武五重，不可能以这种实力沟通到紫色结界之力，因为身体将难以承受这种负荷。但实际上，楚风惊愕地发现，当他踏入天武境之时，得到第3种雷霆力量后，他的修为已经从本质上发生了变化。如今楚风的真实实力不是天武五重，而是天武八重，也就是说，天武八重才是楚风的真实实力。3种雷霆之力已经并非是一种附加的外力，如今已经彻底的属于楚风，是楚风自己的力量，是楚风的真实修为。所以这种情况下，楚风自然可以沟通结界之力。果不其然，在楚风做好了足够的准备之后，意念一动，一股磅礴的紫色气体便自界灵空间狂涌而出，随后被楚风引入自己的精神世界之内。这一刻，楚风只感觉自己的精神力又强大了些许，而意念转动之间，层层紫色结界便能随心所欲地被他掌控。成功了，只是一次，楚风便成功地沟通到了紫色结界之力，掌握了紫灵师才具备的力量，简直是轻而易举。淡淡，怎么样？我厉害吧？尽管获得紫色结界之力，楚风早就有着十足的把握，可是只沟通了一次便获得成功，哪怕是楚风他自己也不免有些得意，忍不住跟淡淡这位绝世小美女炫耀起来，勉勉强强还算不错。淡淡小嘴一撇，极其动人。然而就在这时，这结界空间却是一阵剧烈颤动，就如同地震一般。这种变化让楚风面容大变，赶忙将目光投向了身后的巨门，因为身为界灵师的他，第一时间便察觉到，这界灵空间之所以会颤动，全部都是因为那道门，是那道巨门内爆发出的力量影响了界灵空间。果不其然，当楚风紧紧地凝视那巨门之际，又是一层狂暴的力量从中散发而出，而这界灵空间也又一次的陷入摇晃。好强！
这一刻，哪怕是楚风也是忍不住倒吸了一口凉气，因为哪怕是隔着那层门，楚风也能够多少感受到那巨门之内正涌动着怎样可怕的力量。终于按耐不住了吗？不过可惜，这里的结界太厉害了，连本女王都只能乖乖认栽，又何况是你呢？就在这时，蛋蛋也是凑了过来，不过在他那绝美的小脸之上，竟然涌现出淡淡的兴奋之色。蛋蛋，你可知道关在那里面的究竟是怎样的存在？他有着怎样的修为？楚风凝重地问道，因为他真的意识到那里面关着的家伙很可怕。最开始的时候，楚风就能感觉到那巨门之后的恐怖气息，那种气息让楚风发自内心的感到畏惧，让其不敢靠近那道满是锁链的巨门，哪怕这界灵空间是他自己的地盘，他也不敢。那个时候，楚风本以为随着自己实力的提升，他能够渐渐抗衡那种气息，让他敢主动接近，拿到门，甚至打开那道门，去掌控那门后面的存在。可是他发现他错了，他的实力越是变强，他越能够感到那存在的强大。若不是有着那道门，他简直不敢想象会发生什么。尤其是刚刚当那里面的存在尝试轰击那道巨门，想要破开结界之际，楚风更是第一次意识到了危机感，因为那种恐怖的力量真的是太恐怖了。尽管楚风还没有正面面对，但是却已经强烈的意识到那巨门之后的存在强大到了何种地步。他的力量就像是一个浩瀚无际的大海，而楚风自己不过是飘荡在空气中的一粒小小尘埃，所以他与那巨门内的存在相比，就是尘埃与大海的差距。若是那位突破结界束缚，那么楚风就一定会毙命身亡。不过是修罗灵界内一只怨念十足、性格狂暴的界灵罢了。因为这道门上的封印就是针对我修罗灵界的界灵而定的，所以我敢确定他一定是修罗灵界的界灵。至于修为吗？之前我也无法确定，不过从他刚才冲击结界的力量来看，似乎比我预料的要强上不少。淡淡甜甜的笑道，究竟是什么境界？楚风急切地追问道。若按照你们这里的修为境界来算，勉勉强强他也算是一位武帝吧。淡淡轻描淡写地笑了笑。什么武帝？而听得武帝二字，楚风则是不由目瞪口呆，满面震惊。自己的界灵空间内居然关着一位武帝，这也未免太过震撼了。尤其是当楚风去过地藏，见识过地威的强大之后，再想到自己的界灵空间内居然就有一只武帝，他真是想不震惊都难。怕什么？这家伙关在你的界灵空间又不是一天两天了，他要是能逃出来，早就逃出来了，岂会任由你小子这么潇洒的活下去？要知道他的怨念可是很重的，相信他早就对你恨之入骨了。若是他出来的第一件事，肯定就是扒了你的皮，喝了你的血，取了你的小命。嘻嘻，淡淡诡异一笑，竟吓唬起楚风。我并不是怕，我只是吃惊。吃惊一个武帝被关在了我的界灵空间之内。楚风摇了摇头，但是很快却是灵光一闪，问道：淡淡，那这么说来，你岂不是也是一位武帝？那把你们封印在我之界灵空间内的，不也是武帝？见楚风那目瞪口呆、瞠目结舌的反应，淡淡不由得整理了一下自己的裙摆和发丝，随后很是得意地说道：准确的来说是这样的，本女王当初的修为，若按照你们这里的修为来算，的确是武帝级别，可不像是那个家伙，只能勉勉强强算作武帝。至于那个在我不知不觉中便将我的修为封印、关在此处的家伙吗？我恐怕还无法确定他的修为。这一刻，楚风不由狠狠地吞咽了一口口水，随后才说道：你这丫头竟然是位武帝！虽然也有猜测，但是当淡淡亲口承认了自己的修为后，楚风还是吓了一跳。你小子这是什么态度？难道本女王不像是武帝吗？不妨实话告诉你，本女王不单单是武帝，更是杀人不眨眼的大魔头，哪怕在我修罗灵界也是赫赫有名的存在。你最好别惹我。看到楚风那难以置信的反应后，淡淡小嘴一撅，显得很是不悦。没有，我怎么敢不相信女王大人的实力？见淡淡已然生气，楚风赶忙摇头否定淡淡的说法，但却没忍住笑了出来。你这该死的楚风，等着吧，等到本女王恢复实力那天，看我怎么收拾你！淡淡气得贝齿紧咬，但是她那绝美的面容，无论做出怎样的表情，却都是美到妙可不言。甚至在楚风来看，有的只是可爱而已。而在尝试性的冲击了2次那道巨门之后，那只被封印在巨门后的武帝级界灵也是安静下来。对于这种情况，淡淡解释为可能是楚风成功沟通紫色结界之力，让那只界灵感受到了家乡的气味，所以才会如此激动。但是楚风根本不用担心什么，这界灵空间的结界很厉害，不是那只界灵能够攻破的。而至于那布置如此结界的人，为何要将淡淡和这么恐怖的界灵封印在此处，那就更简单了，显然就是想让淡淡和那只界灵为楚风所用。只不过如今楚风的修为还根本无法掌控这股力量。之后楚风便离开了界灵空间，尽管表面他的情绪已经平缓，但是他的内心还是颇为激动。因为对于如今的他来说，若要他去想究竟是将淡淡和那只恐怖界灵封印在他的体内，他能够想到的便是他的父亲。当初确定了皇甫皓月的修为乃是武王后，楚风曾觉得他的父亲乃是一位伟大的武王，但是他现在却不得不重新打破这一设想，他的父亲绝对不是武王，很有可能是一位武帝，甚至更强。而身为一名如今还在这浩瀚修武世界一点一点向前挺进的修武者，楚风只要想到自己的父亲竟然是一位伟大的武帝强者，他便不由得感到热血沸腾。
因为这绝对是一件值得他骄傲的事情。父亲，虽然不知道当初发生过什么，但是我一定会找到你，一定会找到答案。作为您的儿子，我不会让您失望的。此刻自信满满的说完这句话后，便将目光看向了那只乖乖趴在不远处，但体内却涌动着狂暴血液的妖兽。突然，楚风大袖一挥，一层肉眼可见的紫色结界之力便自其体内暴涌而出，随后其手指如笔一般对着地面不断刻画。而在其娴熟的动作下，一座磅礴的结界阵正渐渐而起。楚风要尽快破开那只妖兽身体内的封印阵，这不是一个简单的事情，但楚风却有着100%的把握和绝对的信心，能够在短时间内将它破解。不因为别的，只因为他早就热血沸腾。只要想到他的父亲乃是一位武帝强者，而他是武帝的后代，他的血液真的在汹涌燃烧。李家庄园，李禅被邀请到了楚风所居住的宫殿内。无情恩公，这么急着叫我来，是有什么事情吗？李禅在李家地位非同小可，说其实李家除了家主外，最有话语权的人也不为过。不过就是这位地位超然的女子，在私下见到楚风之时，却总是忍不住以恩公相称，并且态度非常之好。好的，有些不对劲。铁兽，说吧，究竟是怎么一回事？都对大家小姐老实交代。楚风将目光投向了身旁的妖兽，而这一刻，李禅才发现，那当日袭击他的妖兽，此刻显然不对。虽然依然乖巧，但显然没有了当初的怪异，那种清澈的目光，他似乎有了自己的灵智。果不其然，就在楚风开口之后，那只妖兽竟然站起身来，走到了李禅的面前，先是很是歉意的对着李禅施以一礼，随后说道：“大小姐，对于当日之事，我表示歉意，不过希望你能够理解，因为我也是实在无可奈何。”你恢复了本性。当这只名为铁兽的妖兽说话后，李禅顿时狂喜不已，随后望向楚风，说道：“无情恩公，你成功了。是的，无情先生凭借他强大的手段，不但让我恢复了本性，更是想起了这些日子来所发生的一切。所以，哪怕前些时日我失去了灵智，但是我所经历的一切却都历历在目。”还不待楚风开口，那只铁手便率先说道，并且从他的言行态度可以看出，可见他对楚风帮他解开封印，让其恢复本性，其实很是感激。那么，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是何人封印了你的本性？又是何人将你带到了狼牙山内？李禅急切地追问道。如你与无情先生所料一般，是马家，而那位将我抓起来的人，就是马家的家主马玉坤。妖兽平静地开口，却一句道出事情真相，真的是他们。而听得此话，李禅却是顿时面容大变，尽管早就猜到了答案，可是当这个答案确定之后，他还是感觉有些难以置信。随后，李禅便立即带着楚风和这只妖兽前往了他父亲的居住之所，并且将事情全部告诉了他的父亲，并且在楚风的安排下，那只妖兽更是添油加醋，说了很多不存在的事情，以此来让李家家主确信他的那位兄弟早就居心叵测，想要吞掉他李家。可恶，枉我拿他当兄弟，他竟敢这般坑害于我，还想杀掉我的女儿。果不其然，在楚风、李禅以及那只妖兽的配合之下，得知真相的李家家主也是气得双拳紧握，咬牙切齿。已然身为紫袍界灵师的楚风，更是能够感受到李家家主此刻体内涌动的怒火以及磅礴的杀气。父亲，那如今我们该怎么办？他马家显然早就怀有私心，并且蓄谋已久，再过几日就是开启宝物的日子了，他一定会对我们动手的。李禅一脸担忧地问道。开启宝物的日期已经定下，若是我突然反悔，定然会让他有所猜疑，眼下还真是不太好办。被李禅这么一问，李家家主也是犯起了难。家主，大小姐，我倒是有一计。就在这时，楚风开口说道：“无情，你有什么计策？不妨快快说来。”见状，李家家主赶忙追问道：“这次大小姐险些遇难，虽是马家精心策划，但却也全是拜煞壁夫妇所赐。若不是这两个叛徒，大小姐也不可能陷入那般险地。”楚风说道：“煞壁夫妇跟随我的这些年，我从没亏待过他们。若不是我的栽培，他们根本不可能有今天的修为。我这般待他们，他们竟这般对我定要让他们付出代价。”提起那煞壁夫妇，李家家主更是气得暴怒如雷，杀气沸腾。家主，这煞壁夫妇自然是要严惩，不过眼下倒是可以利用他们。楚风笑着说道：“利用他们？该如何利用？”李禅追问道：“他们知道是我救了你，也知道我是界灵师，而我将妖兽制服并且带回，他们也定然能够猜到我是想从妖兽身上寻找突破口。明日您就宣布我尝试解开妖兽的封印，但却失败，导致妖兽彻底失控，无奈之下将他击杀，而我也会用特殊的结界之法制作一具假的妖兽尸体公布于众，让他们信以为真。这样一来，煞壁夫妇定然会将此事告诉马家，马家也就不会知道我们已经知道了他们的秘密。再加上您与马家家主的感情，他们定然会以为您还蒙在鼓里。至于几日后开启宝物吗？这个咱们必须照常进行，不过我们必须在马家有所行动之前，而对马家有所行动，也就是所谓的将计就计。”楚风说道。“可是如今马家的总体实力已经胜过我李家，并且他们计划良久，恐怕几日后我们不是他们的对手。”李禅担心的道。“其实这也并不难，虽然如今马家的总体实力可能胜于我李家，但是5军级的人物也只有马家家主一人而已。
只要家主能够将马家家主斩杀，那么马家也就必败无疑。楚风笑着说道：“无情，你说的倒很是在理。不过我与马玉坤私下切磋过许多次，都是以平手收场。若要我杀他，恐怕也不容易。若是偷袭不成，那我二人就会陷入持久战。我倒还好说，但是恐怕你们就会陷入危险之地。”李家家主略表担心地说道：“这点还请家主放心，我无情钻研结界之术，也曾得过一些机遇。只要家主肯下定决心置那马玉坤为死地，我便可保证家主能够胜过那马玉坤。”楚风自信满满的说道：“不知无情有何办法，但说无妨。”马家家主问道：“我这里有自远古遗迹得来的禁药1颗，虽然不能让家主您从1品武军踏入2品武军，但是让您实力大涨，击杀马家家主却绝对没有问题。只不过禁药毕竟是禁药，服用之后的5个时辰后，药效会退，药效退时，家主将承受万重噬骨之痛。但是以家主如今的修为，绝对不会毙命，相反对您日后的修武还会有所帮助。”楚风说话之间，拿出了1颗黑白2色的丹药，这是黑白罗刹。而当李家家主看到这颗丹药后，也是面容大变，苍老的脸上满是震惊之色。“无情，你竟然有这种东西！”看着楚风手中的黑白色丹药，李家家主吃惊不已。禁药能够在短时间内提高修武者的修为，这是人尽皆知的事情。但是禁药的药力也是有所不同，颜色便是用来分辨药效强弱的所在。到了武军这种境界，普通的禁药根本起不到什么作用。同样的，普通的禁药也无法让他们遭到反噬，因为他们的身体真的到了非常恐怖的地步。不过高品质的禁药却有着连武军也能够影响的药力，但是这种禁药往往非常难以炼制，就连炼制方法也是不传之秘，并且在炼成之后，最起码也是有着2种颜色。而这样的禁药往往也都有着属于他们的独特名字。比如楚风此刻所拿出的这颗禁药，它就是高品质禁药中的一种，它的药力可以让武军境的高手之修为产生变化，尤其是对1品武军来说，效果最为明显。但是这种禁药哪怕是在东方海域也是不容易找到，可以说是真正的有价无市，可遇而不可求的东西。所以当楚风拿出这种禁药后，李家家主才会如此震惊。这黑白罗刹我可炼制不出，的确是我在一处遗迹所得。楚风笑着点了点头，这颗禁药乃是当初他在姬氏皇族掠夺而来，因为知道日后有用，所以楚风并未变卖，而是留在身边。无情，这黑白罗刹实在太过贵重了，我不能白白收取。黑白罗刹的市场价格应该为5万天珠，我给你6万天珠，就当做是我在你这里买的。李家家主说话之间，对着李禅使了一个眼色，而李禅点了点头后，便转身离去。当李禅再度回来之时，他的手中已经是多出一个乾坤袋，那里面正是6万颗天珠。对于李家此举，楚风也没有抗拒，而是欣然收下。虽然他知道这黑白罗刹不简单，但也没有想到会这么贵重。6万天珠可不是一个小数目，楚风没道理不收下。无情，我李家能够邀请到你，真是我李家之福。有了这黑白罗刹，我击败马玉坤绝对没有任何问题。将那黑白罗刹握在手中，感受着其中蕴含的狂暴药力，李家家主的嘴角也是不由掀起一抹自信的弧度。而看着自己的父亲这般夸赞楚风，再想到楚风先前的表现，李禅也是颇为得意，毕竟楚风是他带回来的。楚风，你觉得这李家家主可信吗？我总感觉这个家主不对劲，要么就是他蠢到了极点，为人没有一点心机，要么就是他心机极重，重到连你我都看不出破绽。可就在这时，蛋蛋却是略微表担心的说道：“放心好了，除非他不服用这黑白罗刹，只要他服用这黑白罗刹，就会在短时间内受我所控，就算不受我所控，也会在我的影响下，在短时间内修为全无。何况他再强，也是1品武军罢了。所以，就算他不服用黑白罗刹，始终保持自己的修为，并且想对我不利，但我若全力催动青龙极行术，他也未必能够追得上我。另外，直觉告诉我，这李家家主绝非心机极重之人，相反是愚蠢到了极致之人。他应该就是那种传说中只有1根筋的傻子。”楚风微微一笑，那黑白罗刹被楚风加持了特殊的结界阵，服用者将其炼化后，结界阵也会在其不知不觉中进入他的体内。只要楚风触发结界阵，那结界阵就会在短时间内控制服用者，就算无法控制，也会束缚他的力量。楚风如今就是要利用李家家主除掉马家，而在将马家除掉后，相信李家家主也不会眼睁睁看着楚风拿走那狼牙山脉内的灵石。所以这黑白罗刹便是楚风的一个杀手锏。但是这绝对不是楚风最后的底牌，楚风最后的底牌还是他所掌握的3种秘籍。楚风知道武军很强，以他如今的实力，哪怕天武境内无敌，但也无法将武军击杀。不过楚风所掌握的3种秘籍已然进化，楚风若是全力催动，恐怕武军境强者也无法奈何于他。这也是楚风如此自信的原因。事后，如楚风所想的一样，李家放出烟雾弹，对外宣布楚风尝试破开那妖兽的结界，结果未能成功，导致妖兽暴走，无奈之下只好将其击杀。这个消息一经传出，让很多不明真相的李家人失望不已。毕竟他们都很希望楚风能解开结界，寻得那想要暗害他家大小姐的罪魁祸首，但是却使得煞壁夫妇以及马家之人安心下来，还真以为李家什么都不知晓，所以一切都按照他们的原计划进行。就这样，又过了几日，
终于到了李家与马家约定开启狼牙山内宝物的日子。李家集齐了全部高手，浩浩荡荡的飞往了狼牙山脉。娘的，这小子真是走了狗屎运，居然救了大小姐。如今他算是彻底得到了大小姐和家主的青睐。一位李家邀请来的高手看着楚风与李禅一路谈笑风生，甚至连李家家主也时不时的与楚风聊上几句，他可谓是醋意弥漫，极度生恨。修武者的世界永远是实力为尊，李家邀请我们可不是让我们陪说陪笑的。就在这时，那位月老开口了：“月老，您这是何意？”见状，许多高手都凑了过来，他们都看楚风很是不爽，巴不得楚风能够出糗，甚至想教训楚风一顿。今日是什么日子？月老问道。据说那狼牙山脉有座遗迹，李家要与马家共同开启。有人回道：既然是共同开启，肯定会有对比，天下间没有真正的联盟，有的只有真正的利益。听闻马家也邀请了不少外来高手，所以等下见面就定会有所交锋，至少会有气势上的打压。那个时候就是见证我们实力的时候，而只凭借无情那小子天武八重的修为，他能有何太大作为？等下若是马家不叫嚣也就罢了，若是叫嚣，我会最先出手，让马家出糗。马家不服，定会再度派人出战。那个时候你们就可以推荐无情出场，以他的修为定然会大败，他的大败也会使得李家出糗。所以哼！月老冷哼一声，脸上满是阴冷。月老高见，月老高见啊！而听得月老之后，这些高手都是冷笑连连，看向楚风的目光中充满了期待。经过短暂的赶路之后，楚风等人很快便来到了狼牙山脉所约定的地点。这里是群山之中的一座小型山谷，而谷底之内已经聚集了一大群人。而看他们所穿着的服饰，显然就是马家之人。马家之人的修为皆是不错，最弱的都是天武五重，大部分都是天武巅峰，就连蓝袍界灵师都有18位。可是李家的蓝袍界灵师不过屈指可数的5位而已。可以说，就人数和总体实力来说，马家的确远远超过于李家。这不只是马家请来的高手，就连马家之人也超过了李家之人。尤其是人群之中的一位老者，更是面容不凡，气场强大。他的身高将近3米，身体健壮到透过锦衣都能看清他那健硕的块块肌肉，就连脸上的皱纹都不像是皱纹，更像是道刀疤一般。虽然已是近百的高龄，但不得不说，他给人的感觉更像是在人生巅峰。不用多想，楚风已是知道此人是谁，定然就是马家的家主一品武君马玉坤。老哥，你总算来了，老弟在此等候已久啊！见到楚风等人，马玉坤率先腾空而起，满面笑容的与李家家主寒暄起来，而李家家主也是热情不已，就如同什么事情都没发生过一样。二人展现着彼此的兄弟情谊。对于这种场面，楚风见惯不惯，所以他的注意力也并没有停留在马家人的身上，而是这座山谷。当他动用天眼从上向下观看之时，楚风便发现这座山谷的确很像是灵穴所在。但是当楚风下落之后，却根本发现不到异常，就更别提找到入口了。这倒并非是楚风的修为太弱，只能说明是当初将此处封印的神秘高人太强，并非是这里地势瞒过了楚风的天眼，而是那位布置的结界瞒过了楚风的天眼。老哥，这一日我可是等了足足几十年，而我马家与你李家的先祖也一直在天上看着我们呢。如今终于能够开启此处，咱们做事要趁早，不如现在就开启吧。马家家主说话之间，便从乾坤袋内取出了一个石盒。虽然石盒没什么特殊之处，但是石盒中间的纹路却告诉楚风，这石盒很不简单，石盒内的物品更不简单。老弟，你说的对，只是先祖曾经交代，开启此处必须要由界灵师来，而你我都不是界灵师，如今开启的重任要交给谁呢？李家家主同样取出了一个与马家家主相差无几的石盒。老哥，这种事情你我虽然无法胜任，但是如今你我两家可都不缺界灵师这种人才，只是开启的重任只能由一人来担当，究竟派谁倒是个问题。不过这也简单，依我来看，你派选一位你李家最优秀的界灵师，我也派选一位我马家不错的界灵师，让他二人以界灵之术较量一番，胜者便担任其此重任，由他手持你我两家的钥匙去开启此处，如何？马家家主笑道：好，老弟，那哥哥我就依你。李家家主赞成的点了点头，随后看向了身后的李家众人，但只是轻轻的扫了一眼，便将目光锁定在了月老的身上，说道：月老，我李家的这个重任就交给你了，遵命。见状，月老赶忙应答。他先是整理了一下身上的界灵蓝袍，又得意的看了一眼众人，尤其是用那特殊的目光看了一眼楚风，就像是在说：小样，你行吗？关键时刻能代替李家出场的还是我，顾先生，去吧。与此同时，马家家主也是摆了摆手，而在其话音落下之际，一位同样身穿界灵蓝袍的老者从马家的队伍之中走了出来。这位老者不仅是位蓝袍界灵师，修为也是不弱于月老，同样是天武9重的修为，并且相比于月老的洋洋得意，他倒是显得很是平静，但是目光之中却散发着绝对的自信。这位仁兄，不知你想怎么比试？那位被称作顾先生的老者走出后，很有礼数的对月老问道。这还用问？既然是界灵师之间的切磋，自然是要切磋结界之术。然而月老却是冷哼一声，随后意念一动，只听的一声，
层层磅礴的蓝色结界之力便自其体内暴涌而出，紧随其后，其双掌摆动，对着虚空连续比划，一道结界大阵便树立在了半空之中。而当那磅礴的蓝色结界自那道结界大阵穿越而过之际，一把足有3米宽9米长的蓝色巨剑更是凝聚成型，对着那位顾先生便劈砍而去。这并非是武技，更非秘技，乃是通过结界和阵法凝聚的特殊结界。虽然还是结界，但因蕴含了阵法，所以也具备着一定的攻击性。而这月老所凝聚的蓝色巨剑，更是一种颇为高明的手段。真不愧是月老，好厉害的结界之术！果不其然，当这把蓝色巨剑出现之后，李家的所有界灵师都是不由眼前一亮，忍不住赞叹起来。因为同为界灵师的他们，可绝对没有月老这样的手段。可是，别看李家众人惊叹不已，但是马家的界灵师们却是平静得很，就如同他们有着必胜的把握一般。这位仁兄真是好手段，不过可惜，只是蓝色结界的话，恐怕你还并非我顾某的对手。就在这时，那位顾先生突然冷笑一声，随后只见其单手抬起，对着虚空一阵刻画，一层紫色的结界阵便在其身前迅速凝聚。怎么可能？他竟是一位紫袍界灵师，太不可思议了！居然是紫袍界灵师，那不是应该武君才能掌握的力量吗？当看到那紫色阵法之后，李家之人顿时面容大变。先前还很是得意的他们，此刻脸上满是震惊之色。正常来说，紫袍结界之力就应该是武君境的人物才能掌握的力量，而没能踏入武君便成为紫袍界灵师的人，都可谓是人中之龙。如今马家的这位顾先生，显然就是这样一个人，这叫李家人如何能不震惊？毕竟蓝袍和紫袍之间有着不可逾越的距离，他们都知道李家已经输了，紫袍又如何？我就不信你能破得了我这巨剑。虽然得知对方掌握的结界之力已经完全超越了自己，但是月老却仍是不肯服输，咬牙切齿之间，将自己的全部结界之力灌输到了大阵之中。只是瞬间，那把只有9米长的蓝色巨剑便急速增大，竟然达到了10几米长，就连威势也是增强了数倍。可就是这样的变化，那位顾先生却是依然不惧，相反，在其嘴角的笑容之中，更是渗透出一丝讽刺之意。生！突然，顾先生高喝一声，那屹立其身前的紫色大阵便急速流转，无数符咒萦绕其中，形成了一幅诡异而绚丽的图案。而在那光芒四溢之间，一股强大的气息更是从中散发而出。就在月老的那只蓝色巨剑将要靠近顾先生之际，那紫色结界便传来一声轰响。与此同时，一只紫色的大手也是从中猛然探出，五指张开，向那巨剑抓去。那只大手非常巨大，简直就像是巨人之手一般，并且速度极快，气势极猛。他一把便抓住了蓝色巨剑，并且只见其微微一握，只听的一声，那蓝色巨剑便化成了粉碎。而当那蓝色巨剑粉碎的同时，月老也是面容大变，嘴巴一张，一大口鲜血便喷洒而出，洒满了衣襟。随后竟然双腿一软，无力地瘫倒而下。若不是李家之人出场及时将他扶住，他定然要摔倒在地。可就在月老惨败、身受重创之际，那紫色大阵之中更是传来一声怒吼。而在那怒吼之后，那只本就出现一只巨手，竟然急速扩大，随后在众目睽睽之下，竟走出一只巨大的怪物。这只怪物呈紫色半透明状，乃是结界凝聚而成。它有着人的形态，却长着兽的面容，高达近几十米，气势强大，实力不凡。虽是结界所化，但却活灵活现，似是具备灵智一般，让在场的许多人感到畏惧。好厉害，竟然将结界之术施展到这种境地。见到这只巨大的怪物，在场之人皆是惊呼不已，被那顾先生的界灵之术所折服了。老哥，看来开启的重任要交给我马家的顾先生来完成了。这一刻，马家家主笑眯眯地说道，在他的脸上以及话语之中都满是得意之色。老弟竟然寻得这样优秀的界灵师，可见你真的是为了开启此处而煞费苦心，老弟真是辛苦你了。而李家家主竟然也没有太多不爽，反而很是开心的哈哈大笑起来，说话之间更是与马家家主一同向那顾先生走去，想将手中的食盒交给那顾先生。虽然在表面上来看，李家家主对于这场交锋的惨败很是无所谓，但是李家的其他人可就是满面的难堪。先前还趾高气扬的他们，此刻可谓低迷到了极点，因为刚刚的交锋不仅仅代表着月老的惨败，还代表着他李家的惨败，这让凡是李家之人都感到脸上无光，难堪不已。顾先生真是好手段，不过在下对界灵之术也有钻研，不知可否向顾先生讨教一番。可就在李家之人以为大局已定之际，一道响亮的声音却是突然自李家的队伍之中响起。谁？当这个声音响起之后，几乎在场的所有人都是不由面容一变，随后赶忙将目光向那声音传来之处投射过去。而当人们看清一切之际，他们的面容则是再度一变，因为此时此刻他们能够清晰地看见一名面容俊朗的中年男子正从李家的人群之中缓缓而出。此人不是别人，正是楚风所幻化的无情。无情，你干嘛？是要找死不成？赶快滚回去，不要出来丢人现眼！混蛋，这家伙想出风头想疯了吗？也不看看对手是谁，连月老都不是那顾先生的对手，他竟敢站出去！这回我李家可真是要丢人丢到家了。发现原来是楚风叫嚣之后，李家的许多人都是无奈至极，
甚至有人暗中传音于楚风，让楚风赶紧滚回去，不要给李家丢人现眼。事实上，不只是那些不了解李家的人，就连颇为了解楚风的李禅和李家家主，此刻也是眉头紧皱，不知如何是好。因为他们可不觉得，只是天5、8重的楚风能够胜过那天5、9重的紫袍戒灵师。这位小友倒是很有勇气，不知尊姓大名。在轻蔑地打量了一番楚风后，顾先生微微笑道：“在下无情。”楚风平静地回道：“原来是无情小友。无情小友，你当真想与我比拼戒灵之术？”顾先生很是讽刺地问道：“莫非先生不敢？”楚风冷言回道：“哈哈，笑话，我不敢。难道你以为我怕了你？既然你执意如此，那我就成全于你。不过你我实力差距太大，若是我真的出手，恐怕会重创于你，所以我不会对你动手。你若想要胜我也可以，只需施展出你最强的戒灵之术来攻击我这戒灵巨人便可。若是你能让他颤动一下，我就算你赢。”顾先生笑看着楚风，那目光之中充满了看不起。你此话当真？只要我能让你那凝聚的东西颤动一下，就算我赢。楚风不以为然，高声问道：“这是当然，我顾某人向来说话算话。无情小友，你千万不要以为我是看不起你，我这时乃是为你的安全着想，迫不得已罢了。”顾先生双手一摊，仿佛自己真的是无奈之举。那我可真是要好好感谢一下您的好意了。楚风面带微笑，随后面容猛然转冷，只见其双臂平行摊开，随后急速摆动，层层诡异的符咒不断溢出，又钻入空气之内。楚风的速度极快，快到看不清他的手势，看不清他的动作，只能看到那手臂所画的无数残影在其身前不断闪动。而在这种情况之下，以楚风为中心，他的周遭也是开始产生变化。起初只是发出隆隆的轰鸣，随后大地开始微微颤动，到的最后，无数碎石拔地而起，缓缓上升，就连他周遭的空间都是一阵扭曲。